小月，从明天开始，我每天早上6点起床，你睡懒觉大王溜，太阳从西边出来了。因为世界杯开始了，我一场都不想错过。原来如此，我说你今天怎么一进门就一直在笑？今天我们就聊聊世界杯吧，顺便教教大家，中国球迷看球的时候都说什么。好主意，不过我先说清楚，我可不太懂球。没关系，足球的部分我来讲，我可是看了18年球的人。行，那中文的部分还是我来教。哈哈，Leo，先给我这种不懂球的人讲讲，世界杯到底是什么？简单说，就是全世界最高水平的足球比赛，4年才有一次。4年一次，那真的很难得。对，所以每次世界杯，全世界的球迷都像过年一样。这一届是在哪里办的？在美国、加拿大和墨西哥3个国家一起办。3个国家一起办，我还是第一次听说。对，历史上第一次，而且这一届有48支队，比上一届多了16支，哇，那比赛一定特别多。一共100多场，要踢1个多月。对球迷来说就是天天过节。1个多月，那你这1个月还工作吗？工作还是要的。好在很多比赛在中国是早上，为什么是早上？比赛不都是晚上踢吗？因为有时差啊。比赛在美洲那边的晚上就是我们的早上，哦，对，他们那边天黑了，我们这边正好天亮。所以这一届中国球迷不用天天熬夜，早起看球就行。早起看球，听起来比熬夜看球健康多了。不过也有几场在半夜，那种我就只能熬夜了。怪不得你说每天6点起床，原来是为了看球。对啊，我闹钟都定好了，一口气定了3个。3个闹钟，你是真的怕错过啊世界杯错过一场就要再等4年，我可等不起。？Leo，像你这么疯狂的，在中国我们叫铁杆球迷。铁杆球迷，铁做的杆子。铁杆的意思就是特别特别喜欢，永远不会变。原来如此，铁很硬，不容易变，所以铁杆就是不变心的意思。没错，完全正确。铁杆球迷、铁杆粉丝都可以这么说。那我绝对是铁杆球迷，我从5岁就开始看球了。5岁，那时候你看得懂吗？看不懂，但是我爸一喊我就跟着喊。哈，那个画面我一下子就想到了。你爸爸也是球迷？对，我爸是铁杆球迷，我们家周末经常一起看比赛。那像我这种4年只看一次热闹的，叫什么？这个我还真知道，教委球迷，对吧？被你说中了，伪就是假的意思。伪球迷就是假球迷，平时不看球，世界杯的时候突然出现。对，说的就是我本人。其实伪球迷也没什么不好，热闹就是要大家一起凑的。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。那你看球是看直播还是看回放？当然是直播，足球一定要看直播。为什么？看回放不是一样吗？完全不一样。看回放的时候，你可能已经知道结果了。也对，知道了结果就没有惊喜了。对，足球最好玩的地方，就是你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。说到看球，你喜欢听解说吗？解说就是比赛的时候在旁边讲比赛的那个人，对吧？对，有的解说特别有名，进球的时候喊得比球迷还大声。英国的解说也是，一进球，我耳朵都快被喊聋了。对了，看球要穿球衣嘛，我看好多球迷都穿一样的衣服。那个叫队服，穿上自己队的队服，才像真正的球迷。你有吗？有啊，我有3件英格兰队服，明天就穿最新的那件。哈哈，你准备的也太齐全了，这就是传说中的仪式感吧？对，看球就要有看球的样子。那我考考你，
中国球迷进球的时候喊什么？这个我会，进了，进了，进了。哈哈，对，一次不够，一定要连着喊3次，为什么要喊3次？因为太激动了，喊一次根本不够用啊。有道理，进球的时候喊10次都不够。踢得好的时候，我们会喊好球。好球，这个简单，我记住了。那要是踢得不好呢？你知道中国球迷怎么说吗？踢得不好，踢得很坏。不对，我们说踢得真臭。臭臭不是说味道难闻吗？对，但在这里，臭是水平很差的意思。太有意思了，踢得真臭，这句我肯定用得上。不只是踢球，打牌打得不好，也可以说打得真臭。明白了，臭等于水平差。我又学会一个新词。再教你一个，要是一个强队输给了弱队，我们叫爆冷。爆冷，爆炸的爆，冷热的冷。对，大家都觉得强队一定赢，结果他输了，这就是爆冷。为什么用冷这个字？因为结果让人想不到，就像突然被人泼了一盆冷水。原来如此，英文里我们说 upset 也是让人意外的意思。跟爆冷有点关系的还有一个词叫黑马。黑马，黑色的马。对，黑马就是一开始没人看好，最后却越踢越好的队。哦，英文里也有 dark horse， 意思一模一样。真的吗？那也太巧了。其实中文这个说法可能就是从英文借来的。语言就是这样，你借我一个词，我借你一个词。对了，还有一个词我特别想知道，自己把球踢进自己的门，中文叫什么？哈哈，那个叫乌龙球。乌龙，乌龙茶的乌龙。字是一样的，但乌龙在这里是搞错了，闹笑话的意思。所以乌龙球就是一个让人笑的进球。可以这么理解，生活里把事情搞错了，也可以说摆乌龙。摆乌龙，比如我把盐当成糖放进了咖啡，就是摆了个乌龙。完全正确，你这个例子太好懂了。那我天天都在摆乌龙。还有一个词，球迷最爱也最怕，叫绝杀。绝杀，听起来就很厉害。就是比赛最后一刻进球，一下子决定输赢。哦，那一刻真的会让人疯掉，我经历过。被绝杀的球迷会哭，绝杀别人的球迷会跳起来。对，心脏都要跳出来了，最后一秒直接杀死比赛，这个词太准了。还有点球大战，连我这种伪球迷都觉得刺激。点球大战是世界上最让人紧张的东西，我每次都不敢看。不敢看，那你怎么办？用手把眼睛挡住，再从手指中间偷偷看。那不还是在看吗？没办法，不看难受，看了更难受。这就是球迷。对了，六，还有一个问题，憋了好多年了。你说，越位到底是什么？我每次看球，旁边的人都在喊越位。这是全世界伪球迷的第一大问题。你别笑，快讲。简单说，进攻的人不能比球先跑到对方最后一个防守的人后面。等等，谁跑到谁后面？就是说，你不能提前站在别人家门口等球。哦，就是不能偷跑。对，就是不能偷跑。你这3个字比我讲的好多了。哈哈，看来叫别人之前，自己要先听懂。放心，看一届世界杯下来，你自然就懂了。Leo 在英国，大家都是怎么看球的？最多的是去酒吧，一群人挤在一起，看一个大屏幕。酒吧看球，气氛一定很好吧？对，一进球，所有人跳起来，啤酒洒得到处都是。哈哈，听起来又开心又乱。还有人去球场看。我小时候，我爸带我去过一次，那是我最难忘的生日礼物。在现场看球是什么感觉？几万人一起唱歌，一起喊，
整个球场都在抖。哇，光是听你说，我都起鸡皮疙瘩了。那中国呢？大家去哪儿看球？以前晚上有比赛的时候，大家最爱去大排档，大排档是什么地方？就是路边的小餐馆，桌子摆在外面，便宜又热闹。哦，我见过。夏天晚上，很多人在外面吃烧烤的那种地方。对，一边撸串一边看球，一进球，整条街一起喊。撸串这个词我也是第一次听。撸串就是吃烤串，很口语的说法。一边撸串一边看球，听起来太幸福了。可惜这一届比赛在早上，大排档怕是用不上了。那怎么办？早上看球配什么？配豆浆油条啊，一边吃早饭一边看世界杯。豆浆油条配世界杯，这可能是历史上的第一次。对，这一届是早餐世界杯。早餐世界杯，这个说法我喜欢，我要发朋友圈。要不这样，决赛那天早上，你直接来我店里看。来甜品店看决赛？对啊，我店里有大屏幕，早上客人也少，我请你吃蛋糕。那说定了，看决赛还有蛋糕吃，这是全世界最好的位置。对了，你奶奶知道你这么爱看球吗？知道，她虽然看不懂，但她会陪我看。奶奶真好。她每次都问我，这些人为什么要抢一个球，一人买一个不就好了吗？奶奶说的好有道理，我没话说了。我跟她讲了很多次，她还是觉得我们都疯了。唉，说起来有点可惜，中国队这次又没进世界杯。我知道，我同事一说到这个就叹气。所以中国球迷看世界杯都是在给别的国家加油。没关系，球好看就行，不一定非要看自己国家的队。那你支持哪个队？英格兰吗？当然，我在伦敦长大，必须支持英格兰。英格兰厉害吗？你这个问题问到了所有英格兰球迷心里最疼的地方。怎么说？英格兰每次都让你觉得有希望，最后又让你失望。那你们为什么还一直支持？这就是球迷啊，明知道会失望，还是忍不住要爱。哇，你这句话说的跟诗一样。英国球迷有一句话 "It's coming home"， 意思是冠军要回家了。回家？回谁的家？现代足球最早就是从英国开始的，所以英格兰球迷总说冠军要回到足球的家。那他回来过吗？这句话说了几十年，他一次都还没回过家。哈哈，又好笑又让人心疼。所以今年我接着喊，万一今年真回家了呢？ Leo，最后帮帮我，我这种看不懂球的人，怎么才能享受世界杯？第一，挑大场看，半决赛、决赛气氛最好。然后呢？第二，选一个队支持，有了自己的队，看球马上就不一样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有了希望，也有了害怕，你的心会跟着球一起走。明白了，原来看球看的是心情。第三，跟朋友一起看，一个人看球和一群人看球完全是两回事。这个我懂，热闹吗？就是要大家一起凑。还可以跟朋友猜比分，谁猜错了谁请奶茶。这个好，为了不请奶茶，我拼了。你看，这不就有看球的动力了吗？其实我觉得世界杯最特别的地方是4年才一次。怎么说？你想啊，上一届世界杯的时候，你在做什么？上一届我还在伦敦上大学呢，没想到现在已经在杭州教书了。你看，4年，人生可以变这么多。对，每一届世界杯都像人生的一个记号。所以很多人看世界杯，看着看着就想起了以前的自己。不知道下一届世界杯的时候，我们又在做什么呢？到时候我们的节目肯定更火了呀。那就说定了，4年以后我们再聊一次世界杯。好，今天聊了这么多，我来帮大家总结一下。
今天我们学了好多球迷才懂的词。铁杆球迷是永远不变心的球迷，伪球迷是凑热闹的球迷。静了，静了，静了！好球！还有，踢得真臭！还有爆冷、黑马、绝杀，看球必备的3个词。还有乌龙球，搞错了事情就是摆乌龙。还有撸串、大排档和我们的早餐世界杯。学会这些词，就算是伪球迷也能喊得像铁杆球迷。你支持哪个队？你觉得谁能拿冠军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。要是你猜中了冠军，记得回来留言，我们都给你点赞。感谢大家收听大白话中文，我们下期再见。祝你支持的队这个夏天一路赢到最后。